1972年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离世，毛主席主动推举了一人，可说出名字之後，周總理卻是臉色差異，甚至一時間還沒想到毛主席所說的曾山到底是誰。其實這也不怪周總理記性差，屬實當時曾山已經被撤職多年，一直都是黨內的邊緣人物。他最先在上海搞經濟搞的是風生水起，後來因為能力出众，被調到中央的內務部擔任部長。可沒想到在此期間，他的那些經濟理念以及對公有制經濟的包容態度，卻在後来被人故意曲解成了資本主義行為，而他也被貼上了走資派头子的標籤，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。可毛主席一直很看好曾山的能力，儘管当時有人批判他，但毛主席還是力保他當選了中央委员。可後來隨着那份1號令的下達，內務部被直接撤销，曾山也被徹底的打倒，驅散到了長沙，淪為邊緣人物，連工作都沒給安排。直到1971年913事件之後，曾山才又一次出現在众人面前。這一次他終於成功揭發了那些人對他的傷害。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在1972年公安部長謝富治去世後，毛主席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曾山。在毛主席看來，曾山有功且能力出众，之前又擔任過中央的部長，复出之後直接接任公安部長核心活动。連周總理都沒想到，一個曾經被打壓的老同志竟還能夠得到毛主席如此的信任。可就當曾山被確定為新任公安部長1個多月後，他就因病去世了。曾山的離世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重視。周總理當時還在外地工作，得到消息後立即趕回北京參加追悼。毛主席送來了花圈，葉劍英元帥親自在追悼會上致悼詞。如此高規格的葬，卻無不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曾山的尊重和肯定。回顧曾山的一生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充滿了傳奇色彩的革命者形象。從滿門忠烈的家庭背景，到早年的革命活動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後的建設工作，曾山的經歷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歷史小說。他經歷了革命的艱辛，也嘗到了政治鬥爭的苦澀，但始終保持着对党和國家的忠誠。好了，本期视頻內容就到這裡，更多的隐秘歷史故事盡在這裡。點擊頭像即可，我們下期再見。